尿酸高不高？不妨看看双手，如果没有3个现象，说明尿酸还算稳定。王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这天在家休息时突然感觉手指胀痛难受，于是去了医院检查。一检查才发现，王先生的尿酸值高达600，肾脏也存在尿酸盐结晶，还有心律不齐的症状，被医生诊断为痛风性肾病。王先生才不到30岁的年纪，怎么会得了痛风呢？原来单位体检时，王先生就被查出尿酸偏高，但是他并没有重视。王先生平时的生活习惯很不好，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和朋友聚会喝酒，经常吃火锅、海鲜，平常爱喝可乐不喝水，也很少运动，体型也属于肥胖的。除此之外，王先生的手部经常出现小水泡，由于瘙痒难忍，总是忍不住去搔抓。原本手指上是有月牙的，后来也逐渐缩小到没有。但是对于这些状况，王先生认为都是小问题，完全没有在意。就是会因为这些不良生活的习惯和对健康的忽视，导致王先生从尿酸高发展到了肾炎。从以上的案例我们可以得知，尿酸高是我们健康的预警信号之一，我们必须重视起来。那么，高尿酸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些有关尿酸的健康知识。1. 尿酸增高在手部的3个表现。尿酸是机体代谢的一个重要产物，是嘌呤代谢后的废物。尿酸一般通过尿液排出机体，也可能形成尿酸结晶停留在关节、脏器内。由于尿酸值可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运动、饮食、药物等，可能导致所测值不准确。所以为了获得准确可靠的尿酸值，测量之前应该保存低嘌呤饮食3天，空腹且在安静状态之下检测。一般检查尿酸的目的是辅助诊断高尿酸血症、肾炎、痛风等疾病。除此之外，尿酸增高常与高血压、糖尿病、肥胖、脂肪肝、血脂增高并发。男性的尿酸值超过416，女性的尿酸值超过357，可视为尿酸增高。尿酸增高一方面由于嘌呤食物摄入过多，另一方面与嘌呤代谢障碍也有明显关系。尿酸值是与健康相关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当机体出现尿酸增高时，会有什么表现吗？今天就分享尿酸增高在手部3个表现。1. 手指肿胀。北京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医师刘爱华表示，痛风关节炎发作，手指关节可能有肿胀的感觉，表现为红、肿、热、痛的炎症反应。这是因为尿酸蓄积在手部关节，出现占位性的病变，导致关节肿胀。当尿酸结石逐渐增大，占位病变更加严重时，会出现疼痛，甚至手部功能的障碍，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除了手部关节，尿酸结石还有可能聚集在膝关节、肘关节等处。病理改变与以上几乎相同。2. 半月痕变小。半月痕俗称小太阳，长在甲床的底部。由于指甲的甲床有丰富的血管，运输来的营养物质能够保证指甲的正常生长。如果血液流通不畅，会导致指甲无法正常生长，半月痕也就会变小或消失。手指上的月牙逐渐减少有以下几个原因。微量元素缺乏。半月痕与机体内的微量元素的吸收代谢等紧密相关。当体内有某种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或者代谢不良的情况，细胞没有营养就无法增殖，月牙逐渐减少，也会导致指甲无法正常生长。缺血或者血液循环不通畅。当身体存在贫血或慢性的失血性疾病，组织和血管没有足够的血液，无法正常灌注，可能会导致半月痕消失。当重要脏器，例如肾脏出现功能问题，血液淤积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半月痕变小的状况。血液循环不畅的时候，自然会导致尿酸等代谢废物蓄积。所以，通过观察半月痕的状态，可以知道我们身体内的血液是否通畅，从而可以大致判断尿酸是否在体内堆积。3. 手部出现瘙痒的小水泡。手部作为人体最常用的接触器官，很容易受到外界各种物质的刺激。但是当无诱因引发手部出现瘙痒的小水泡时，多半是由于体内代谢废物的刺激。当体内的代谢废物尿酸无法正常排出，就会渗透到血管外，对组织造成影响。手部出现小水泡的症状，是因为当体内尿酸无法有效排出，过多的尿酸通过血液积聚在手部的皮肤，形成尿酸小水泡。
这些小水泡刺激细胞和神经末梢，会引起皮肤瘙痒、发红的症状。我们已经了解了尿酸在机体增高的原理，那么尿酸增高到底有什么危害呢？2. 尿酸增高的危害。尿酸作为一种代谢废物，必须及时排出体外，才不会对机体产生不良影响。当尿酸反复增高，刺激并损害机体的脏器，尿酸水平过高，还会形成尿酸结石，影响相应部位的功能。其对机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痛风发作。随着高尿酸长时间存在，会引起痛风性急性关节炎的发作，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甚至活动受限。痛风是最常见的高尿酸血症并发症，是由于尿酸高的患者的骨骼系统慢慢会形成一些痛风石及尿酸盐结晶，其停留在关节囊、软骨等组织中会引起的反复发作性炎性疾病。血液中尿酸的饱和度为420微米 /L， 当体内的尿酸超过这个值时，就会向各个组织或脏器中沉积，例如关节、肾脏，从而引起痛风性关节炎、痛风性肾病等临床表现。若患者出现了痛风性肾病，可以表现为肾功能损害，预后是不太好的，最终可能会引起肾衰竭，导致尿毒症。2. 对肾脏的损害。另外，尿酸高对肾脏的危害也很大。由于尿酸结晶沉积在肾脏，出现肾结石、尿路结石。当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动脉硬化的时候，尿酸盐的排泄受阻会造成肾功能的受损，可以引起慢性的肾病，出现胆质血症、肾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也是高尿酸的最主要的一个危害。除此之外，患者的泌尿系统可能会形成一些感染灶，甚至激发一些泌尿系统其他的疼痛症状。3. 高尿酸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研究表明，高尿酸血症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当出现血尿酸增高时，患者要进一步检查，明确是由于尿酸产生增多，还是尿酸排泄障碍所导致。这时查血尿酸的水平以及24小时尿酸的水平，即可明确尿酸增高的原因。尿酸持续增高对健康的危害较大，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尿酸增高呢？3. 避免尿酸增高，做好这3件事。尿酸高属于代谢性的疾病，所以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调整。尿酸较高的人应及早做好以下这3件事，防止尿酸继续增高。第一件事，增加运动量。由于尿酸增高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可以通过提高尿酸代谢来降低体内的尿酸水平。运动是提高代谢的好方法，同时还能提高免疫力。适量锻炼的好处是很大的。第二件事，改善饮食习惯。嘌呤是人体内的一种物质，经一系列代谢变化后成为尿酸。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量是第一位的。高嘌呤食物是指每100克中嘌呤超过150毫克的食物，主要有以下几种：动物类食物、动物内脏、海鲜和肉类的嘌呤总量依次降低，但是3者均属于高嘌呤食物。蔬菜类，某些蔬菜的嘌呤含量也比较高，例如黄豆 116.5， 单位均为 ND 100克，芦笋500，紫菜274，黄豆芽500。在饮食中应该注意的是，火锅和炖煮时间较长的肉汤、排骨汤等，由于食材中的嘌呤物质大量溶解，所以汤汁的嘌呤含量较高，不建议尿酸高的人食用。相反，经过涮或煮后的肉类，由于部分嘌呤溶解在了汤中，自身的嘌呤含量就降低了，尿酸高的人可以适量食用。高尿酸的人生活中应该实行低嘌呤、低脂肪、低糖、高纤维素的饮食原则，多吃粗粮和蔬菜，增加营养和微量元素的摄入。除了以上这些食物，在饮酒方面也要注意。为了避免尿酸增高，应该及时戒酒。长期喝酒也会导致嘌呤增高，所以尿酸高的人应该戒酒，防止尿酸持续增高。多喝水对降低尿酸水平也有效。多喝水能促进体内尿酸的排泄，所以高尿酸的人应保证每天都饮水量在2000毫升以上。第3件事，如果出现尿酸持续增高且无法控制的情况，一定要及早到医院就诊，通过药物等方式控制尿酸，防止病情进一步的发展。总结，尿酸作为机体重要的代谢物质，
在人体内应该维持在一个正常范围。当体内尿酸增高，手部可能有关节肿胀，出现瘙痒的小水泡、月牙变小等症状。如果体检中发现尿酸增高，像王先生在职工体检中就已经发现有尿酸增高的症状，应该及时关注，改变自己不良的运动和饮食行为，避免发生更严重的疾病。